这是全国10万家兰州拉面店中的一个，它在我们的小区旁、街道里、机场、车站、景区。当你加班、失恋，或者仅仅是懒着不想做饭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一碗兰拉不能治愈的。而这一碗雄霸四方的面，除了名字，几乎和兰州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吃的这一碗兰州拉面来自青海化隆，这个20万人口的小县城，现在有近1/3的劳动力在外从事拉面行当。我是生活在上海的一个青海人，跟什么北京人的炸酱面、上海人的腊肉面一样，就小时候经常吃。它的流行一部分源于政府补贴的功劳。化隆在80年代前以制造黑枪闻名，为了鼓励经济转型，政府推出无抵押的免息贷款。仅在2015年1年，化隆县政府就大手一挥，拨出拉面贷款2000万，利息补贴500万。那么兰拉这门生意到底有多赚钱？在餐饮行业，一般的成本结构由食材、人工和房租3大块组成。以上海一家40平米左右的兰州拉面小店为例，如果有20个座位，每天翻台4次，人均消费在20元左右，那么这家小店1年的流水就在58万。那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再回到这家40平米的小店，假设它的租金是7块钱1平米1天，1年的租金成本核算下来就是10万。再扣去16万左右的食材成本，由于以家庭为单位劳动，人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家店的利润可以高达50%以上。我觉得应该是跟中国很多这种村县里面发展出来一种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之后，整个村里面全部都去干这个事情是差不多的吧。比如说这个快递的什么桐庐香呀，比如沙县小吃啊，比如说湖南娄底人开的这个打印店一样。但这只解释了供给方的原因。我找到了上海本地一个回民朋友，也和他聊了聊兰拉的流行是否也顺应了穆斯林移民饮食的需求。长三角反正你去那个拉面也很多，也不是因为回民。上次到啥地方去，到州长到州长到台湾到老家啥地方去开会，还没大一个，相对需要整理相对不大会有回民的，但是伊拉会到那边去开啊，就所以讲搿是伊拉自家寻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所以兰州拉面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让青海化隆人可以以此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所以在兰州来讲，其实它并不单纯是一个食物。在兰州，没有人称牛肉面为牛肉拉面。如果在早上能吃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那么对于一个兰州人来讲，其实是非常的，用兰州话来说，非常的窝眼。这就是和面嘛。其实牛肉面的这个特点呢，主要有几类。第一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所谓一清，就是指汤头清澈；二白，萝卜片白；三红，辣椒油红；四绿，香菜和蒜苗绿；五黄，就是面条黄的发亮。那么走到这个真正的需要你去取面的窗口呢，然后你会跟师傅去讲你需要什么样的面的种类。兰拉的种类以面条横截面形状的扁、圆和粗细宽窄的不同，被冠以不同的名称。扁形面从窄到宽分为9叶子、宽的、大宽等几种，而圆形面中从细到粗可分为毛细、3细、2细和2柱子等。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品牌在做兰州拉面，并且在各地已经有很多兰州人逐渐的能吃到这个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其实就跟北京烤鸭不一定只有北京人能做，就跟夏威夷披萨就是上面放了菠萝的这个披萨一样。所以说兰州拉面可能不是一个地域上的限定，而是说这个品类的名字而已。兰州拉面是我个人制作过可能最长的一条专题。一路从去年的9月份拍着就进入到了今年的5月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幸采访到上海本地的回族同胞，然后甚至去到了兰州，实地拍到了开兰州拉面店的老板。我们还有在上海采访了一些来自青海的朋友。不知道兰州拉面和你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可以通过我们下方的留言板块告诉我。开。